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大主题，赶快会来关心的是美军49枚的战斧飞弹狂炸伊朗，而革命卫队则是强力的打击做报复，摧毁了18个它的主要军事目标之外，最新消息，12枚的飞弹。飞向了美军驻中东的基地，那么摧毁了来自于革命卫队最新说法，包括了 F-35、F-15、F-16战机。今天就这些议题会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解析。美伊大战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又进入另外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今天会来做解析。首先，在我们的影片开始之前，请观众朋友帮我们节目按赞，留言区如果想要跟我们互动，可以写下思敏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会亲自做回复。另外呢，看到热推荐，请帮我们按下热推2个字。好，先欢迎在场来宾，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思敏好，各位朋友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我们的来宾特别帮我们做解析。有关于这场美伊战事，赶快来看到这一场冲突已经从有限的报复，刚刚我们看到了，包括现在双方是飞弹互轰、基地互炸，而且海峡也做封锁，可以说是3线开战哦。这还算是区域的冲突吗？还是已经进入到了全面战争临界点？第二件事情，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伊朗宣称的打击美军的基地，它的命中率可以高达70%，甚至还击落了多架的无人机、攻击舰队等等哦。那么这是它的战果有夸大吗？还是真的已经撕开美军防空网的破口了呢？第三件事情，我们来看到战斧飞弹越打越少之外，荷姆兹海峡又再次的被伊朗给掐住了。美国会不会先撑不住？尤其是在川普面对的是国内经济压力之下，对伊朗接下来会不会让步呢？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这一场冲突可以说再次升温，而且呢是3线开火。美军连续第2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发动的军事的空袭，川普这一次也亲口证实了。第2天开始，他又再次的发射了49枚战斧巡弋飞弹，部分的目标离德黑兰非常的近，只有64公里而已。那么，伊朗的军事力量已经彻底陷入混乱，这是来自于川普的最新说法。他还说呢，伊朗已经被完全的击败。真的是这样吗？现在看起来完全不是这样子。战局在伊朗的报复之下是立刻的翻盘。最新消息，革命卫队宣称的，他说11日对科威特、巴林等等的空军基地发动了攻击，更朝约旦方向的这个空军基地再次的发射了他的飞弹，一共是12枚的弹道飞弹打击了，并且他说摧毁了包括了 F-35、F-15、F-16战机，并且在这边的据点也都被摧毁，这是来自于革命卫队的最新说法。两波的大规模的攻势，还包括击中了18个美军的重要军事目标。另外，伊朗也说了，全面关闭荷姆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海峡的船只都会遭到伊朗的强力攻击。赶快来看一下细节，双方都说自己的战果非常的大。那我们先来看到美军宣称的战果。美军说，这一次总共是发射了49枚的战斧巡弋飞弹，打击了包括伊朗靠近波湾地区的雷达防空系统、多个港口还有军事基地都发生了爆炸事件。革命卫队说摧毁了18处的美军重要目标，这当中包括了我们刚刚提到的多个空军基地，还有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第5舰队，甚至是 MQ-9的无人机，他说被打落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伊朗一波波的飞弹攻击现场，我们有最新的影片，来看一下现场最新画面。好，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新伊朗的飞弹的攻势哦，对于美国的基地做了飞弹跟无人机的这个行动，命中率伊朗说达到了70%。怎么看？节目一开始来看这次美伊大规模的交火，而伊朗的总统已经说了，接下来不要只是这样子平平的发展而已。他说，非战非核的状态已经太久了，代表美伊下半场要进入正式开打吗？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还不会啊。目前双方的军事的
冲突有时升级，这是事实没错。但是双方还是希望透过谈判达成这个协议，只是说伊朗的协议是从来没有让步的，也没有改变，他的要求就是这么的清楚，总共是13项，严格上来讲，浓缩起来大概就是5个方面。那5个方面它是完全不变的那不管你美国用什么样的花招，或是谈，或者反反复复，那伊朗的态度就是不变如果要解除封锁，那就必须要停战。这个停战就包括美伊的停战，也包括以色列跟伊朗、以色列跟这个真主党哈马斯等相关地区的停战，也包括美国要解除对于伊朗的封锁等等，这些全部都要解除才能够停战。浓缩铀的问题还是一样没有变，就是冻结的240亿美元的资产要解冻，他要先拿回来。那在这个部分里面谈判骑虎难下另外，那当然就是有关于对于伊朗的制裁也要解除，然后再谈浓缩铀的问题。所以是分2个部分来谈。伊朗到现在为止，他完全没有任何让步。好，对特朗普来讲，反反复复，可他认为他的谈判技巧可以透过这种反反复复中让伊朗让步，可是很明显的看起来没有。那我为什么会预估说这个谈判？这个战火不会又进入下半场的全面性的战火，原因很简单，就是美国的中央司令部今天马上就宣布了，说他们现阶段的任务完成了。那完成的意思也就是不会再打了。那也就是希望伊朗你也可以了吧？你反击也被你反击了嘛？那你也打了你自己说的18处，那打完了就算了，那就大家再恢复来谈判。那当然，这个部分里面，美国就释放出这个讯息，说他没有要升级。那伊朗虽然嘴巴讲说我不能够这样子这样谈打，这样没完没了，要不就是做一个决战。可是什么叫决战呢？你能够消灭整个美军在中东地区的5-6万的大军吗？不可能嘛！你美军也不可能登陆去消灭伊朗的革命卫队或是他的正规军，也都不可能嘛。那所以这种情形下是双方还是在摆姿态。可是问题就在于我们怎么在观察说大仗不会再全面打起来，最主要的就是伊朗重新封锁赫尔木兹海峡，可是曼德海峡没有封锁。伊朗之前扬言说要同时封锁2个海峡，如果美国再发动攻击的话，所以很明显的就是曼德海峡没有封锁，但是美国已经发动攻击，这代表双方还是留有一个余地，就是要进入谈判。好，那同样的问题也特别请教厉将军。那刚刚也说了，这个伊朗有宣称，他说现在对美军的打击可以命中率高达70%。厉将军又怎么看？我特别要说这个政治是指导军事战略，那军事战略它是指导你的战场的战术运用同样的，你的战场的战术才可以，你的战术成功才可以支持你的军事战略。那你的军事战略达到你所望的效果，才可以支持你的政治上的谈判。我觉得这是一个逻辑下来的。那我们现在先从最基层的战术行动来看从这次的战术行动，很明显的伊朗的反击力道超过于美军的想象。那我们看到这个美军双方从这个大概从前天开始了这个从伊朗对这个以色列发射了导弹。然后也对美军这个各个基地都实施攻击，那当然美军也实施反击对。可是从这个过程之中，你要知道我们看出一些端倪，跟刚开始2月28号开战的时候，战术行动是那时候可以说伊朗处于100%挨打的一个局面，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来讲，在战术上面，伊朗是可以说跟美军打个互相一个平手，而且很明显的在战术行动上面，我认为伊朗获得了主动怎么讲呢？第一个，我们看昨天最新一个战况是美国的一架，这次美军之所以会对这个德黑兰又发动了所谓战斧型巡弋导弹的攻击，主要是报复他那架这个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但是你知道这为什么阿帕奇直升机会被无人机击落呢？我想这魔力就很大了。这依照伊朗的无人机见证者136，它是之前起飞之前我设定你的攻击方向、飞行路线都设定好之后，它不会主动去找目标打，它就直接飞过去，然后自杀攻击。它怎么会那么巧去撞到这个阿帕奇直升机呢？可见的伊朗这次的直升机上面装了这种
短程的空导弹。哦，那在战术上面，这确实是一大进步。所以这就为什么伊朗可以好几次打中阿帕奇直升机，也可以打中 MQ9。我认为说是伊朗在军事上面已经有一个创新的做法。好，那你军事上有创新做法，再来我们看美军这49枚的战斧型巡弋导弹，这个发射出去，结果是不是这个只拦截了30%，有70%这个命中，我觉得可能性是很大。首先我要说，这个美军的战斧型巡弋导弹从开战开始到现在，总共听说他打了850枚那如果再加上这49枚，几乎是900枚，占了美军的库存的1/3以上了。那尤其是战斧型巡弋导弹，你不是在陆地上就能发射，你一定要装在军舰上面才能发射。那美军是不是增加它后勤运补的困难度？你怎么样？这个军舰要靠港才能够重新补充弹药。那这个爱国者拦截不了，那证明2件事情嘛。第一个就是你美军这个没有那么多的爱国者，已经库存快见底了爱国者。第二个是代表伊朗的这种导弹，这个确实不是吹牛的确实是有这个超高音速的能力。你美军的爱国者不太容易拦截得到，因为爱国者拦截是物理撞击，它就头对头要撞在一起。是，所以说如果它速度快，或者它具有闪躲能力的话，你没办法撞到它，你就拦截不了。这是战术上面的行动。那在军事战略，我可以很断言的讲，这个伊朗现在的军事战略上面，它已经改采一种所谓的军事追击的一种态势。所以军事追击不是真的是追着美军的屁股后面打，那是战场上追击。可是就是很明显，他已经看穿川普的手脚，你想要脱离战场，想要退，那你想要退，我不让你退，我就继续用军事攻击你的方式，继续在用零星的战斗把你拖在这个战场上面，然后消耗你的战力，然后。这个军事战略的目的在什么？是达到他政治上面，他谈判他所要的。我们看一下，现在伊朗谈判的要求已经不是刚开始简单的原来美国所主动要求的，包括到这个核子武器或者是说美国所要求的政权更迭，或者是要求他对这个周边的这种武装组织不能够再提供资源。现在变成伊朗正在主动在谈了。现在谈判的条件是什么？伊朗谈的就是说你要解除对我的这种经济制裁，你要解除对我美元资产的冻结，要解除甚至于开放荷姆斯海峡。大家看一下，这政治谈判现在是变成伊朗在采取主动，反而我们最近这段时间，美国连核武都不在。要这个限制伊朗的浓缩铀的发展，限制它核武的发展，已经这个渐渐的声音慢慢低下去不谈。现在反而双方只是在一个荷姆斯海峡能不能够开放。所以我觉得从整个政治态势跟军事战略到战场上面，目前看出来，伊朗确实是采取了主动。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伊没有想到稍微和缓了一阵子，在这几天这个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又再次的开始了。那从这几次的军事行动当中，也可以看到，目前为止伊朗确实比较掌握主导权。那另外一个压力就是来自于荷姆斯海峡了，伊朗也持续的掌握主导权，他也最新宣布会全面的封锁在这边的邮轮跟商船，他还呛虾之后任何一艘船只要通过这边，绝对是格杀勿论，而且证实有2只船呢，已经2艘船只呢都已经被击中了。那如将军刚刚也帮我们特别提到了，美军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它的飞弹的库存了。美军开战到现在4周，消耗的库存达到了850枚，占中东库存达到1半以上，这是他现在最要担心的点。那杨老师又怎么看？对啊，他这一次又发射了49枚这个对战斧飞弹的库存不是减少而已，基本上是雪上加霜。而且可能依照美国过去制造战斧飞弹的速度，可能要6个月到8个月才能补足这49枚。因为我们看到《华盛顿邮报》以及这个 CSIS 都说，美国的战斧飞弹在这一次从3100枚的库存降到了2000枚。如果再加上这个49枚，然后它平均每年大概就做到80到100枚之间。然后已经跟日本说，本来要卖给日本的这个战斧飞弹要延后3年，所以这49枚我觉得是他这一阵子很用心努力存下来的，然后呢看看是不是这49枚能够发挥效用，我就是不了解他为什么用49不用50，大概川普喜欢这个数字那所以你就卡在一个什么东西呢？你就卡在一个硬实力的现实瓶颈嘛，也就是说。这里面第一个是军事上，
你库存掉得这么快，然后呢，效益却没办法得到，所以他很知道，你不管是做任何的这个攻击对伊朗，你大概没有办法得到任何轰炸军事上的效益。然后呢，现在另外一方面，刚刚提到这个油一直出不来，已经对美国的油价产生很大的冲击喽，大概已经涨了50%左右了，在美国这个油价。然后你看这2天5月份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来到了4.2%，这不得了啊！我们通常的理想状态是2%而已哈。那上个月4月份的时候是3.8%，就已经超乎市场预期。那个时候，台湾人就现在很有感，股票掉一下子，然后呢，现在4.2%，你看到这2天又有一些影响，它联动对整个这个影响，所以但战斧飞弹越用越少，然后呢，这个油价越来越高，通膨越来越严重。那现在碰到一个什么东西？一个心理的博弈。我们刚刚讲是硬实力的现实瓶颈，现在是川普那个小心里面的博弈又碰到一个卡关。什么意思呢？因为他想要争取一个胜利协议，可是他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现实，也就是他军事上失利了。而另外一方面，刚才提到的伊朗的回击越来越有效，越来越有用，而且一直都很便宜，一个就是刚才看到那个画面，无人机3万块美元，一个战斧飞弹多少钱？1500万美元以上啊！所以这就是一个比较，美国算一算这个数学，你就搞不下去。那川普到底他这个心理博弈能不能过自己这一关？所以他自己不断的在自己放话，其实他自己在鼓励他自己了，他不是在鼓励美国人。虽然他讲了37次，他讲了37次什么？快要成功，马上要成功了，协约马上要签了，但是37次他又打了49枚，这种数字游戏在他的口中不断的在出现，可是呢，就把他逼到越来越困境的墙角。我觉得他一定要接受现实，物理现实，心理现实，经济现实，赶快把那个合意谈出来吧。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我们来看到川普一句话，他说“我爱通膨”这时候可以说是惹怒了全美的民众。尤其呢，最新的经济数据出炉，美国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创下了3年新高，来到了4.2%，100万家庭被迫刷卡求生，有多严重？今天节目赶快一起来看，这个是最新公布的数据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幅来到了4.2%，创下3年来最高的一个升幅。那么我们来看到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东战事推升，包括了能源价格大幅的提高，能源跟汽油的价格涨幅是最多的，月增幅能源达到3.9%，汽油啊，光是1个月涨幅竟然高达了7%，现在呢已经狂飙，在美国加油啊，每加仑来到了4.6美元。那么这位执行长他也特别强调了，他说啦，只要超过4美元就是一个转捩点了。现在呢，在美国你只要年收入是超过10万美元的家庭，本来是很不错的，现在他们也只好跑去这些折扣连锁店去买东西，要勒紧荷包了，因为呢东西太贵了，还有什么卡债啊、房贷等等要缴，结果美国民众这么的苦，川普却说一句说我喜欢通膨，好，气坏了美国人。那么可以来看到现在通膨对于美国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刚刚我们特别讲了，这个加油因为太贵了，所以呢他们干脆就说那一次加油不要加满好了，加少一点，所以呢已经降到一次加油可能会不足10加仑，以前是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的，并且美国人民开始减少非必需品的开支了，尤其我们看到呢这些非食品类不一定要买的东西销售量下滑6%，服装还有鞋类也不一定要买，现在降幅高达最多7%。年收入比较低一点点的4.5万美元或者是低收的家庭，他们干脆就是减少食品的支出了。美国民众呢，现在有1半以上能够不用付小费，也就不给小费了，并且呢，他们改在网络上买菜，
减少冲动消费的一个习惯。川普总统现在呢，看到民众的怒骂声哦，他赶快也回说，这些通膨的影响都是因为中东战事造成的，包括了油价啊、物价等等。他说呢，一旦中东冲突结束，油价会像石头一样立刻掉下来。好，真的是这样子吗？杨老师怎么看？油价在2月28号之前是72块美元，我们用布兰特原油。然后呢，从2月28号到现在为止它一度2次最高曾经飙高到120块美元。现在大概4月7号之后，4月底的时候又有一次飙高，之后到现在为止呢，1个多月都一直停留在90块到95块之间。今天的价格是93.3，所以我们一直持续的维持这样子一个价格。为什么？因为荷尔姆斯海峡它的封锁造成每天至少减少800桶到1300桶的原油缺少。那这个缺少，大家就从一些增产，美国增产、俄罗斯增产，然后呢，这个战备储油。现在战备储油基本上是在越用越多。早期的时候，大家只是一个心理上说我们会有战备储油。那当然，油价就飙高了。美国从战前2月27号平均是2.98块美元一加仑，现在是多少？4.15块，那就涨了五成以上。那这个会不会有压力？那当然有压力了。美国人这个喝油跟喝水一样，对不对？我们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都是一样啊，那加下去，所以为什么现在车子越买越小？因为这个油用的少。然后呢 ，CPI 指数现在4.2%，那是川普讲这个话，通膨越高越好，那真的不知民间疾苦。那现在面临的选举，民主党人现在就开始在骂，然后呢，后年要准备选总统的人，像那个伊利诺州的这个州长、加州的州长 Newsom 就都开始在骂，所以已经变成一个政治议题。那至于如果说就是如果真的签订个协议，油价会不会往下跌？当然一定会往下跌，但跌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因为基本上其实今年跟明年一般来讲，整个油的生产是过剩的，油价格应该在没有发生伊朗战争的时候应该不会高于到80块以上，那甚至72块可能会再往下跌。可是现在签了协议之后，会不会立即的跌下来？我跟各位报告，不会立即的，因为谁相信这个协议能维持多久？这就是一个问题了。所以你必须要不断的双方，美国跟伊朗都要展现真的诚意，然后呢，慢慢的建立信心。国际的油价、国际的金融、国际的股市、汇市也必须要看到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它又蹦出来一个封锁荷尔姆兹海峡管理，然后呢服务费，然后或者是川普这边又来打个49枚战斧飞弹，反正他一年可以做80多枚嘛，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情况，我觉得到了年底之后就会还是产生这个冲击影响，因此不要太乐观说油价会大幅的跌，当然它会回到合理的价位，这是确定的。好，那李将军又怎么看呢？川普说他喜欢通膨这真的是非常的恶劣那这比何不食肉糜还要更恶劣。对，何不食肉糜？最起码说你吃不了饭，那你去吃肉嘛。可是通膨确实是造成美国人生活上很大一个痛苦那这次来讲的话，大家都在等昨天晚上美国所公布的 CPI 指数，后来公布是4.2%。那但是这个核心通膨也涨到2.9%虽然说这个没有高于预期太多，那预期大家都认为说一定会到达3%了，那2.9%好像感觉上面还好，可是它毕竟是涨，大家不要小看这核心通膨，因为核心通膨关系到民众最迫切的这种食衣住行消费这些活动就已经涨了2.9%。好，那你如果涨2.9%的话，那美国的民众收入到底是多少？我跟各位讲，他收入没有增加，反而还实质上面的下滑大概根据统计来讲，几乎下滑0.7%。因为对一般的打工族来讲，他算的是时薪，时薪下滑0.7%。那东西涨了，结果我收入反而减少，那我怎么办？我一定第一个就是我减少我的开支嘛，我马上要精打细算。所以以前我们去加油都很豪气就开到加油站这个95加满。都快要开到没有油的时候，油箱里面快要没有油的时候，95加满。现在不是现在只是说加10加仑。我记得这个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些这个开了豪车到加油站里面，
那大概他为了炫耀，他只能加油，只能加100块钱啊，这个带女朋友神气一下。那现在美国不就是这样吗？但是美国人生活他一定要开车，他没有开车是不行的。那每加仑标涨到4.6是什么概念？其实你跟他讲说是这个布兰特原油啊涨多少，他们可能感觉不到，一般的观众可能感觉不到。我跟各位报告，去年来讲，每加仑在美国平均油价1块钱，那现在到4.6，等于涨了4.6倍。对老百姓来讲，那生活压力有多大？好，那我刚刚讲了，物价这个上涨了4.2%，那你实质收入的这个薪资反而下滑了0.7%到0.8%，那老百姓怎么生活？第一个，我精打细算嘛，所以他们现在加油一定要很节省的省。第二个来讲，我不要去这个逛街了嘛，哈，逛街会产生冲动性消费啊，不小心看到一件很漂亮的衣服就一冲动就买了。现在来讲，我不要去逛街哈，所以它美国的不管好事多、沃尔玛这一类的大型的这种购物商店、shopping店来讲的话，当然顾客流量就会很明显的减少，这是第二。第三个他怎么办？他用存款呢，对不对？我还是要吃饭呢，那我吃饭怎么用？就是我用我的存款去吃饭哈，所以储蓄率就很明显的会支出，我存的钱越来越少，其实就会产生一种焦虑感。第四种，我们看到有一个数据最明显，就是信用卡，我这个月我钱不够了，我还是要吃饭，那我怎么办？我就用刷卡。对不对？刷卡是等于说是眼支卯粮了哈，我这个月刷了卡，我下个月还是要付这个钱嘛。那如果说是下个月付不出来，我再去刷一次循环刷卡。我跟各位讲，这个美国信用卡的数字你就知道，去年来讲的话哈，2025年4月，它刷卡占23%而已，23%其实也不低了，以美国生活习惯。但是今年3月到36%，你看看暴涨多少？为什么要刷卡？第二个，我们用金额来看的话，从3.74兆暴升到3.76兆哈，所以美国人刷卡变多，为什么会变多？就是我为了要生活，我不得不用刷卡方式来应付我现在的生活。对，确实哦，现在卡债的问题也是美国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刚刚将军帮我们看到这个分期的比例增加到36%之外呢，信用卡的余额的金额也暴增哦。再来就是呢，信贷的部分，消费者信贷同样呢，来自于联准会的数据也是暴增的。5月份消费者信贷207亿美元，是高于预期的180亿。那未偿还的信贷逼近了5兆。重点是，大家之前住美国都是寻求一个美国梦，没有想到最新的民调显示呢，2/3的美国人已经认为美国梦不成立了，尤其30岁以下年轻人只有2成是相信还有所谓的美国梦的啊。赖老师怎么看同样的问题？美国的一年的 GDP 总生产值大概就是22兆多一点啊。那现在你看，连负债都要到5.1兆，那是一般民众的负债，还不包括政府的负债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美国的整个社会民众的负债额度实在是太高了啊。因为我一年的总生产值22兆美元，并不表示说22兆美元都换成为薪水，对啊。事实上是有很多的基本的成本，换成工资的话，事实上是有限的啊。那更不用讲它的利率、它的获利率了。以这么高度的信用贷款来看，信用卡的信用贷款来看的话，你想对于美国人来说，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他的这个负债的这个链一旦断了，那他怎么办？也就是说卡债被减掉。如果他哪一天他的一张信用卡被减了以后，第2张、第3张这样连续被减，他可能就会面临破产的可能性越来越高。过去我们常讲的美国梦啊，也就是说一个蓝领阶级，不要讲说这个白领阶级了啊，一个一般的蓝领阶级在工厂上班的人，他都可以，他的太太不用上班，他可以养孩子，他可以有一个 house， 有个洋房可以住，有汽车。他家庭的这些电器设备都是齐全的，那他本身只要殷实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他都可以过这样的日子，这是多少人羡慕向往的生活。可是现在美国的蓝领阶级已经没有办法维持这样的一个生活，事实上连白领阶级都很难维持这样的一个生活了。那这个当然就会有2/3的美国人，他们认为我们的美国梦已经不存在了。是啊，过去我想我们去欧洲、美国留学，像永明兄他是到美国留学，我是到欧洲留学。那在美国比欧洲还更好的地方是在于他们需要非常多的这个打工族。我们在欧洲留学的时候，我们要去打工很困难的，啊，
但是在美国他们打工几率是很高的，所以早期台湾有很多的留学生到美国去，他可以在校园里面找一份工作。我们在欧洲校园要找一份工作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很早就没有所谓的欧洲梦。可是美国梦还有啊。那现在美国梦如果说连要找一份打工的工作都没有的时候，那就是代表他们的经济状况出了很大的问题了。好，现在的情况我们看到，如果说美国的消费者，您看刚刚您告诉我们的，就是美国的消费的支出一直在减少，所以当民众不愿意去消费，美国人不愿意去消费，那他的进口商的进口的货物的来源就会减少，那出口商也会减少。那因此卖到美国产品的这些国家，它的经济状况会出现问题，它的出口的情况会往美国这个地方的本来过去我可以卖到美国的，我越来越少的时候，那我的出口越来越少，我的本身的经济越来越紧张，我要转移到别的地方去找订单，那它从美国进口的来源也会减少。其实这个整个世界是经济上本来就是相互滚动的，可是今天会面临这么严重的问题，其实都是来自于川普嘛。川普从上来了以后搞的这个对等关税，不断的抬高关税，然后现在又发动对中东的战争，造成美国的通货膨胀，世界的油价上涨，所以造成整个世界的经济都出了问题了以后，其实美国也不能独善其身，美国的情况看起来又比其他国家更严重。如果美国梦事实上您看到的就是说2/3以上的美国人都认为没有美国梦的。那还有多少人愿意选择美国作为他的一个最理想的留学国家？那事实上，在美国留学的人也越来越会离开美国，回到自己的国家来找工作。我觉得美国的衰败事实上是已经形成了。好，谢谢赖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是印巴会不会再度开战呢？好，原因就是因为印度这时候提出要计划对于巴基斯坦做断水的一个行为，巴基斯坦就呛印度了，说你敢这样做，这个等同于战争的行为啊。那为什么莫迪要这样做呢？难道皮痒了吗？巴铁呢？我们来看到他寄出了，包括他买了歼35，还有红旗19。现在说会不会中国的军武迎来第2场的封神之战呢？印巴有没有可能再起冲突？欢迎观众朋友在留言区留言。如果您认为有可能，可以留言写1；如果您觉得不会，留言写2。这一次印巴再度杠上的关键，不再是克什米尔，像是去年的这一场致命的危机，而是水资源。因为呢，印度的水利部最新公开强调，他现在呢正在按照印度总理莫迪他的战略说呢，未来几年内不会让任何一滴水流入巴基斯坦。于是呢，印度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开始现在在当地自己建筑这些大型的水坝之外，他们也开始把他们的水坝的这个流域改变他们河川的流向，不再流到巴基斯坦。那么巴国的总统听到之后非常的愤怒，他谴责印度企图将水资源给武器化，也严厉的警告了说呢，这个水资源是攸关巴国数亿人口的生计还有农业的发展的。如果你印度真的敢做断水的话，等同于是一个战争行为。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呢，其实印巴之前的冲突是在去年5月份发生的，当时印度跟巴基斯坦因为克什米尔爆发了一场战争。现在会不会又因为水资源的争议，让印巴关系再度的亮起红灯呢？有没有可能再度爆发战争？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如果印度真的是不让任何一滴水流进巴基斯坦的话，绝对会是引祸上身，保证会发生战争。因为巴基斯坦主要的水资源是从印度这边流进来的，它牵涉到上亿人的生计的问题。没有一个国家说我今天的水都被你断了以后，然后我只是表达外交抗议或者跟你发生所谓的这个军事上的小规模的冲突，不会，他一定会把水坝炸掉。而且以印度的施工的技术跟能力炸掉印度的水坝难度并不大还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不要忘了巴基斯坦有核武器，战术性的核武器都有。
那更何况有其他的这种导弹，尤其是中远程的导弹都有。所以我个人的推断啊，就是说，如果莫迪真的干得这么绝，把水坝站盖起来了，成功了，完成了，然后把水都关起来，不给巴基斯坦的话，那我个人认为，印巴的战争绝对会发生。而优先的目标就是先把这个水坝炸掉。这个水坝一旦被炸掉我个人觉得这个对于印度本身下游的人来讲，绝对是一个灭顶之灾啊。所以印度不要玩火玩得太高，这第一个。第二个，印度的施工能力跟豆腐渣工程是有名的，所以炸它的难度并不高。所以我个人觉得印度在这个部分里面玩太多了啊。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就是国际之间的谴责声音会很大，因为这牵涉到人道主义的问题，牵涉到人权的问题。印度如果说直接断巴基斯坦人的生命的话，那全世界没有人会站在印度这边，一定会谴责印度。所以印度在国际上绝对会被孤立，所以周边的国家支持巴基斯坦去对印度动手，都变成有正当性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莫迪只是透过这个动作，透过断断开开的方法，形成一个筹码，用这个筹码来跟巴基斯坦谈判的威胁勒索巴基斯坦，所以应该是一种谈判的筹码，而不是他真的敢断。好，真的断的话，就代表现在印度尤其是这个莫迪玩火玩过头了，有没有可能爆发下一场战争是非常有可能的。那其实呢，两边呢双方早就已经对双方互看不满了。从去年大家还记得当时的这个印巴空战之后呢，一度是平息了一阵子，但是后来呢，会不会又因为这一起这个有关于水资源的事件再引发战争？我们要来看，其实去年的印巴空战可以说呢，在于巴基斯坦的部分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战果，靠着歼十 C1击落了6架印度的战机，包括了法制的标风让中国军武这个大出风头。所以呢，其实在这一场空战结束之后，我们看到巴基斯坦持续向中国大陆引进更多的武器，目前是超过80%都是大陆的武器。我们先来看一下细节，先看是巴基斯坦的向中国购买的武器，然后等一下我们来看印度，则是主要跟美国、跟法国、跟俄罗斯购买武器。那双方这个武器做比拼，到底哪一个体系比较强呢？好，我们先来看到巴基斯坦购买的中国武器部分，40架的歼35、红旗19、空警500。空军的预警机，还有直10，还有高速的反舰飞弹。再来看到印度方面，添购了包括法国的标风114架，还有 MQ9死神无人机31架，海神侦察机跟防空系统等等，有没有可能真的再打起来？那这一次打起来会不会跟印巴空战一样，巴基斯坦又大胜呢？厉将军怎么看？如果说两个再打起来，我认为巴基斯坦还是碾压式的可以战胜印度。这个几个理由。第一个，这次去年的武器空战里面，我感觉到印度从中没有学习到任何一点教训，还是很天真浪漫的把战争当作不当一回事，而没有从中去检讨改进他的做法。譬如说第一点去年的这个武器空战，很明显的你的这种法国的标风战机就是被歼十 C 的这个 PD-15导弹击落嘛，在200公里之外击落。那你现在继续去买法国的标风战机，但是我们反观巴基斯坦，它已经进阶成，如果说是歼35A 的话，那它等于用5代战机打你的标风战机，那更是轻而易举它原来的歼十 C 就可以击落你了。那如果说再加上歼35，是不是在空中战力上面又胜你一筹？更何况听说这次巴基斯坦买了不只是 PD-15导弹，甚至于还买了这个 PD-17射程超过4000公里的这个导弹第二个，我们来比较就是空中的这种预警机。去年武器空战，巴基斯坦用的只是解放军旧款的 ZDK 类型的预警机大家很明显看出来，它上面有一根平衡木，是一根棍子一样在机背上面。那现在如果它引进是空警500的话，它的侦收距离可以更远，它那个大的这种雷达，是用氮化镓雷达，侦收距离到500-600公里之外，可以同时锁定这个上百个目标然后也可以做空射逼导，这是第二个。那你现在来讲的话，如果说这个我们没看到印度在这个预警机方面有任何长进，那第三个，这个红旗19它本身就是比较
爱国者3的这型的防空导弹，等于替印度装上一层防护衣哈。但是去年这个印度用的这种 S-400防空导弹，它已经被击中了嘛，被 CM-400那款导弹击中。那莫迪我还记得，他为了骗人，他还特别到那个被那个导弹的阵地那里去说，哎，我们没有被打到哈。那谁晓得你被打中？那传说中是被击中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1对1的来比较，但重点是有时候1+1+1不是等于3，这个巴基斯坦会大于3。但是印度1+1+1到最后它是小于2的，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你看巴基斯坦，我刚刚介绍的各种武器系统，它全部都是中置的，也就是说我中置的系统我可以全部链接在一起，资讯这个可以共享，然后这个讯息可以共用比如说我的红旗19的这个雷达，地面的雷达，我发现到敌机之后，我可以通知这个空警600升空，空警600升空之后，我侦收到的这种敌机的讯息可以传给歼10C或者是歼35，发射导弹之后，用空警600来做 A 射 B 导，它整个形成一个体系。但是反观印度，我现在数给大家看，标风战机是法国的，然后这个 MQ9是美国的P-81海神号也是美军的 ，S-400是俄罗斯的。那你想想看，这几个国家，他们可能把他们武器的核心相关的数据提供给另外一个国家吗？我觉得不可能。也就是说，各种战机是各自单打独斗。去年武器空战就是如此。法国的标风战机，它就没有办法收到 S-400给它的讯号，就各武器是单打独斗。所以印度这种1+1+1到最后，它一定是小于3的，因为彼此互相可能牵制，互相还搞不清楚对方在做什么。但是反观巴基斯坦，它这些都中置的，那当1+1+1，它一定是大于3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之下，如果说印度贸然的在跟巴基斯坦开战，就军事层级来讲的话，巴基斯坦还是绝对有碾压印度的军事实力。好，就在这个印巴，我们来讲这个，如果以它的这个军事实力来讲的话，似乎呢，上次的印巴空战是完全没有学到任何的经验哦。巴基斯坦现在持续的扩大中国制的武器，那建立体系化作战。那印度的话，则是还是持续的使用杂牌，各国都有自己的体系做单打独斗。那如果说为什么来看一下莫迪非要打这场仗吗？原因是不是因为它来自于国内的政治压力太大？因为现在来自于内部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包括说印度现在面临极端气候，当地的能源相当的不足够，这是对于莫迪来说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还有大家对于他美伊战事当中处理的态度也感到不满，他会不会想要分散注意力？所以呢，用水资源来做一个话题。杨老师怎么解读？我从3个层面从能源导引的印度经济的危机，第二个是从天气导引的，就是用水资源来去挑起跟巴基斯坦的对抗。那第3个呢，也就是印度的外交现在逐渐更加的孤立跟失利，尤其跟巴基斯坦在最近伊朗的事件当中的角色做对比。能源战争一打起来，结果对印度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它的通膨它的库存、它的战略储备原油都跟其他国家相比是差很多，所以它立即对它的经济、对它的通膨的反应很直接、很快速，而且是越贫困的地方冲击越大，这已经显现。那然后呢，印度的这个卢比它在战前的时候是91块对美元，那现在呢来到了96.5块，那据说很快会到100块，那所以你看到它的这个就是等于货币的贬值现在变得非常严重。那同时最近就是有一个投资案，就看到这个能源的缺陷，这个投资案来到230亿美元撤资了。那过去这几个月，就是从第1季到第2季印度进来的 FDI 是远少于准备要离开撤资的。我讲的不是股市汇市上而是真的 FDI， 也就是直接的这个投资，那甚至准备投资规划了还撤资，那就是因为能源上以及整个汇率上跟经济上的问题，这些外商看到这个印度现在这个阶段不是一个好的投资的标的。那天气呢？那不得了，印度的5月现在据说新德里平均温度是40到45度，有些地方还高到有50度，我都难以想象50度的这种气候那50度的气候，各位
印度整个全有多少人口？14亿人口，对不对？你知道它有多少台冷气机？9200万台冷气机。哦，9200万听起来很多，但它有14亿人口哎。哦，你去算一算，多少人有一台？当然，我去过印度4次，好，那都很小心，但最后一次还是生病了。但是呢，这个环境哦，真的是就是说基础建设很差。它到了下午的时候都会停电个1、2次。那你现在能源缺乏的时候啊，那个停电的频率更高更严重。那所以人民就非常的，就是说在天气又炎热，然后又缺乏就是好的经济的支撑，那其实人民的抱怨越来越高。那同时呢，印度总理莫迪就开始在转移啦，搞这个民粹，就针对穆斯林。各位知道，印度是全世界穆斯林人口第2大的国家呀，仅次于印尼，因为它有将近2亿的穆斯林。可是它通过一个法律啊，这个法律对穆斯林的这个捐献啊、土地啊，采取一些很严格的限制。从去年到现在就一直不断的抗议，所以他用这种压迫穆斯林的方式来去激起他的支持者、印度教支持者的支持，来去移转经济上、天气上、能源上，还有最后一个外交上。那川普不喜欢印度，现在众所皆知了。然后呢，巴基斯坦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争扮演多重要的角色？似乎南亚大国不再是印度了，而是巴基斯坦了。所以莫迪的这种对内其实是有一点高压，然后呢又有一点移转民粹，那对外呢又不断挑事儿。你看这个水资源，这是不可思议的，怎么可能不给下游的？对哦，那这个东西一定会出现战争的，那全世界都不可能接受。所以他用这种方式来去逃避他现在对他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压力。可是这样做对这个国家是好吗？印度一度大家都以为是这个未来的崛起的希望，这样子再搞下去的话，真的会很严重的问题。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要赶快来关心到中美科技战在此刻又再度的升级，尤其是针对于晶片战的部分。现在呢，美国对于中国大陆的技术的制裁又更加的严谨了。到底美国在怕什么？我们要来看到它从各个方面来做的限制，包括从记忆体，还有呢禁止晶片的转运，甚至台湾的部分也推刑责来做封口。艾斯摩尔的执行长在此刻也直接示警说，再这样搞下去，对于艾斯摩尔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哦。那么中国大陆的部分现在则是加速的要发展，希望能够做到3奈米。那么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好，美中的这一场晶片战，我们今天会从几个方面来做解读，包括了从记忆体、出口管制跟全链的封锁3大战线。因为呢，美国的战争部现在又祭出了这个黑名单哦，多家中国的重量级的企业再度的被点名。先前我们谈过了，包括了阿里巴巴、百度跟比亚迪都是在黑名单当中。现在呢，确定在新增了2家，而且这2家都是大陆非常重要的记忆体大厂。本来是没有事情的，在2月份的时候一度是列入黑名单当中，但是又说不用，但现在又确定要再被列入制裁当中。这2家记忆体就是长兴存储跟长江存储了，代表说现在美国非常的在意大陆发展的记忆体晶片，成为接下来的科技战重要焦点了。美国不只是限制这个战争部跟这些企业的合作，未来从2027年开始也限制第三方转运，并且来做封锁。我们要来看到彭博社的最新的报道，包括了台湾的部分也会受到影响。台湾的部分为了配合美国的科技管制呢，正在研议晶片出口管制做一个比较严格的限制。未来如果没有经过授权的话，不准转运到中国大陆。如果敢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的话，那么是首度的恐怕面临刑事上面的责任，这是首度有刑事的责任。艾斯摩尔的执行长在此刻呢，他也出来说话了，因为呢，当然了，美国针对于日本还有这个荷兰，它的盟国都有所限制。特别是在这一些高阶制程的半导体部分，所以艾斯摩尔的执行长福克出来喊话，
他说呢，要这些盟国自己小心一点，尤其是这些欧洲国家的企业，不应该过度干涉供应链，并且指出艾斯摩尔在欧洲的销量只占它总销量的1%，亚洲对他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市场，高达80%的市占。因此呢，如果去做限制的话，会使企业，它指的是艾斯摩尔，面临很大的一个风险。他特别小心的说，企业应该尽可能的靠近自己的客户才对。美国各种的限制，艾斯摩尔反对是反对，但是是不是逼中国大陆建立自己一条去美化的半导体供应链？赖老师怎么看？我当然是嘛，因为以艾斯摩尔的担忧，其实他如果更清楚明白的告诉美国人说，我艾斯摩尔如果未来倒的话，你美国人也倒了，你欧洲人也倒了，因为包括台湾也倒了，韩国也倒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用的都是艾斯摩尔的光刻机嘛。对。那艾斯摩尔的光刻机之所以能够继续营运存在，是因为它有赚钱，它有赚钱，所以它本身能够养这些科学家、工程师、工作人员，不断的去帮他生产艾斯摩尔的产品。他们才能够不断的去卖给台湾台积电，或者是卖给三星等等的这些半导体，包括马来西亚的这些半导体的公司嘛。可是如果说他一旦不但赚不到钱了，或者是他开始亏损了，那你一定由政府来贴到最后政府贴不下去，他就倒闭嘛，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那为什么他什么时候会不赚钱呢？就大陆把光刻机做出来的时候，它就不赚钱了嘛。大陆现在是2条腿走路，这个策略跟它过去在发展汽车的策略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大陆它目前的策略，过去它在做这个汽燃车，它一直用了很大的力气在研究这个发动机，可它的发动机再怎么去做，赢不了日本，赢不了德国、欧洲、美国等这些国家，所以它的传统的汽车工业在生产发展中，它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因为它的核心的部分就是那个发动机嘛，那个发动机一直赢不了，所以可是它在走这个传统的路线的时候，它同时也在走就是电池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绿能的电池的汽车嘛，结果电池突破了。核心的这个技术突破了，它就不再走这个汽燃车了，它走电动车。它现在走也是一样，一个走光子，一个就是走这个光刻机，它2条路走。对，2条路走，看哪一边先突破，哪一边赢了就走哪一边，另外一边就收掉了。所以我个人觉得，大陆目前来讲的话，观察起来，大陆绝对会突破光刻机。这就是艾斯摩尔为什么会越来越担心，一旦大陆突破了，它光刻机自己能够生产制造，它开始卖给全世界，它销价半价卖的时候，就把你艾斯摩尔打趴了。艾斯摩尔一旦一打趴，那你倒了，那就他的天下了。这个时候你美国也倒了，欧洲也倒了，台湾也倒了，韩国也倒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艾斯摩尔它的紧张焦虑是有道理的。对，所以现在在美国的各种的限制之下，就如赖老师帮我们看到，包括中国大陆自己的部分，在晶片上从设计、制造到封装，都能够希望未来能够达成完全的自主化。刚刚老师也帮我们特别提到有关于这个设备的部分，现在呢就是说这个技术是光子的晶片做量产，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新创科技，这一间叫做普林科技。他说呢，未来它可以摆脱艾斯摩尔的 DUV 哦，它用的技术叫做奈米压印技术。可以在8寸晶圆上完成光子晶片的量产。重点来了，他说耗电量是 EUV 设备的1/10，成本只有 DUV 的1/10而已。好，这是设备端。再来看设计端，华为它先前宣布的说，它的今年的麒麟手机呢，可以靠逻辑折叠，性能达到台积电等效的3奈米制程。再来就是还有呢，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一些顶尖人物最新发表的言论。这位是中国的10颗设备关键人物，同时他也是中微半导体的领军者，他叫尹志尧。
他曾经加上了这个参与过台积电3奈米制程的中国科学家，他叫达博，他们2位呢辞去了在日本的工作，现在率领核心团队回中国创业。他们做的这个中微的设备已经切入了5奈米和3奈米的制程，所以一边这个我们先来关心的是新创主打的这个奈米压印的技术，到底是真的能够绕开艾斯摩尔的技术吗？光科技的部分，杨老师怎么看？所以我很喜欢上这个节目了，就不只是谈战略经济，还谈这个科技的最前沿哈。那我也去查了一下，这个叫做普林科技哈，2个都斜玉旁的，它这个叫奈米压印技术哈，其实它大概没有办法完全取代艾斯摩尔的这个就是光刻机，特别是先进制程，因为它主要是针对8寸晶圆的，就是使用，那没有错，耗电成本都压到了1/10。技术上怎么做呢？技术上传统的那个 ASML 的那个光刻机哈 EUV， 它是像投影仪哈，就是把电路图缩小投影在晶片上面，然后用光刻把它给刻出来。那但是这个奈米压印机呢，就像盖章，一个是投影，一个是盖章。它通过直接的机械的接触，将眼模板上面的奈米电路压印在这个晶圆片上面。所以2个技术就不一样。那能不能够就是说有替代？至少在8寸这一方面哈，那一定替代，因为成本又低，用电又低。这个用电很重要，这跟我们家里面用电不一样。现在台积电整个这个半导体的用电量是非常严重的哈。那所以它第一个绕开了光学上的限制，那第2个呢，它也降低了成本，降到1/10，这都难以想象。但是它基本上是在补充，在整个美国对中国大陆的科技战的层面呢，已经做到就是8寸的，能不能再往前走？这个很难讲。通常他们自己认为这个并不是一个替代，而是补充。可是，在8寸的这个层面呢，这种是一个高度的替代，也就是在用电跟成本上面都达到，如果是一样的效果，而且它已经是规模化量产的哈，它不是在实验室里面的技术。那这种量产的东西，我觉得后续的发展，相当可以期待。好，所以我们说看到设计端有华为，然后刚刚讲的是设备端有中微半导体，刚刚老师特别帮我们讲了这个奈米压印技术等等，会不会美中未来就是晶片自己走自己的一条路，那完全的分流呢？厉将军怎么看？确实是如此。这个中国在晶片上面的发展，由于被美国一直卡脖子、一直限制哈，所以它就变成自己要另外走出自己一条路。那现在看出来已经不叫弯道超车了，它是另外发展一套的自己系统。是。那我们看哈，从这个晶片的制造的设计端来讲的话，美国我们都知道，它原则上它走的理论是摩尔定律。那这次这个华为他们自己研发出来是陶定律，是完全2者不同的这种理念来分别做发展哈。那第2个来讲的话，有关于刚刚这个晶片制造的技术来讲，一个是用投影的技术，另外一个是用印刷的技术，这也是完全不同的这种理念。那未来到底是这2种体系会是一个取代另外一个技术，还是说2者互相并存？我认为2者会互相的并存哈。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当然，这个以美国为首的这些科技，他们已经很多年了，你不太容易把它说是这个取代它的技术，而且它这个技术已经是完全蛮成熟的。但是中国哈，它为什么可以有机会发展？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它市场够大哈。你如果说不给我自己市场够大，我们现在以鸿蒙系统来讲的话，鸿蒙系统它的终端用户已经到达6000户，每个月还可以有10几万户的增加。然后在全球来讲的话，它的这个鸿蒙系统已经是排名在 Android、iOS 之后的第3位。